家好，我是主持人祝得好，我是周玉文律师。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项目是室内装修法规的空间篇。上一集我们聊到室内装修相关的法规，在这一集中，我们来看一下在各区域中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接下来这题是所有网友都非常关心的，到底阳台外推是不是合法的呢？给大家一个观念，所有的阳台外推都是不合法的，原因是阳台的配筋量较少，承重量低。如果说我们当作室内来使用的话，很容易会造成倒塌。那如果我买下来的建物啊，它是原本就做好阳台外推的，我这样是可以沿用的吗？如果是买到84年以前就已经阳台外推的建案的话，那这部分呢是会列为缓拆，不是不拆哦，是等主管机关人力足够的时候再进行稽查。如果是84年以后的新违建，那这部分就要即报即拆，要恢复原状。原来是这样，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是原来住在这边的屋主啊，我想要再次进行装潢，那我可以在原本的阳台外推中进行装修吗？如果是住户已经包含原本的阳台外推寄存违建的部分，要进行其他的室内装潢，记得要先拍照，让主管机关知道这是寄存违建，才能列为缓拆。否则，你在室内装潢的情况，如果动到阳台外推的寄存违建，那会被列为优先拆除的项目哦。帮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夹层、挑空、挑高及覆层这4个名词。我们先从夹层开始。所谓的夹层，它是指夹于楼地板与天花板之间的楼层，可以从图面中来做一个认识。所谓挑空的部分，我们可以从图面中看到，就是像这个客厅啊，它具有2层楼以上的高度，它可以让采光更好，看起来更开阔，这样就是所谓的挑空。接下来看到挑高的部分。挑高跟挑空最大的区隔呢，是在建筑物的高度。挑高啊，它的建筑物之楼高度设定要比一般规定的3.6公尺或实际需求为高。最后啊，是我们常见的覆层构造。覆层构造呢，它指的是在同一户内为了空间变化需求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楼板高度做设计，它就会称为覆层。帮大家科普到这边，那想问一下周律师啊，那到底夹层是不是合法的呢？依法，夹层只能存在顶楼跟1楼，而且楼地板面积不能超过该层楼的1/3或者是100平方公尺。另外，夹层它必须要和主建物共同施工，不能在取得使用执照之后再进行第2次施工。合法的夹层会计入楼地板面积来检讨容积率，也会登记在权状内，所以在主建物产权移转的时候会跟着移转。建议消费者可以去调建照来确认这个夹层到底有没有在主管机关核准的范围。最近房市很热啊，有买房的朋友问起，如果说销售人员跟你说，就是这个房子买下来后可以做夹层，这样是可以相信的吗？如果是购买预售屋，那可以请建商或收屋者出示主管机关原核准之图说内容，看夹层有没有在核准的范围。如果有，那就是合法的。如果是购买成屋或2手屋，可以请屋主提示使用执照，依执照的号码向主管机关确认夹层有没有在产权的范围内。如果有，那就是合法的夹层。如果说我买下来的房子啊，它原本就是有做好夹层的，我想要再做重新的室内装修，这样子是可以的吗？这部分首先要确认是不是合法的夹层，如果是违建的话，是不允许再2次施工的。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对于违建2次施工，那责任会是在买方，会面临即报即拆的问题哦。怎么确认是否是合法的夹层呢？建议可以协同买方和卖方2方共同去地政机关去做调阅建筑物的誊本，看夹层是否有在产权的范围内。如果有的话，那就请依照室内装修的管理办法去进行申请许可，就能够进行室内装修了。很多网友也很想知道，顶楼加盖到底算不算是违建呢？所有的顶楼加盖都是违法的，只不过以84年为分水岭，84年以前是列入缓拆，84年以后是即报即拆。但是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84年以前存在的既有违建都是缓拆项目。如果说有危害到公共安全，
例如顶楼加盖超过2层楼，以及顶楼加盖有3间以上的房间，那这部分都会列入优先拆除的行列哦。设计家网站上有网友问啊，在顶楼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改建成小花园或是分租套房作为使用呢？顶楼的部分因为是住户共同所有，所以说如果要约定给某一户专用的话，必须要签订分管契约。我们在顶楼的使用上，必须要合乎它的使用规范。所以说，建造花园啊、菜圃啊，或者是晒衣架这部分，因为是合理的使用范围，而且不会牵涉到其他人的逃生路线，这部分的使用是合理的。但是啊，如果在顶楼加盖建物的话，因为会增加建筑物的承重，比较容易影响建筑物的安全，那这是最容易被举报的。另外，依照分管契约，有专用权的住户也记得不能将逃生通道封闭或上锁，这样子的话也会影响住户的安全，这部分是不合法的。有一些住顶楼的屋主也有问到，如果像是在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是可以在顶楼加盖雨棚的吗？顶楼建筑在不超过楼地板面积1/8的范围内，都属于合法建筑，超过的部分就属于违建，会面临查报拆除。不在地政机关的建筑物或附属建物成果图内的设备，那都属于违建。例如常见的鸽舍、狗屋，或者是分租套房，就会是违建。那回到问题，如果说是遮雨棚，假设它没有超过1/8，那就会是合法的。如果我买到的房子啊，它是已经做好顶加的，而且我还花了一笔预算去购买，那这样的状况下呢，我在装修的时候是可以进行修缮或是改建的吗？顶加也是常见的房市买卖的项目。那顶楼加盖可不可以买卖，跟顶楼加盖是否合法是2回事。基本上顶加是可以买卖的，它甚至有产权的移转。如果说要购买主张能够使用顶楼的建筑，例如说你买最上层楼，那屋主跟你说上面它也有专用权，那这部分的话你要注意到底有没有分管契约的存在，以免你买下之后，底下的住户跟你说我要主张顶楼是共用的，请你拆迁，那这部分就会造成你很大的困扰。另外，如果是84年以前就存在的寄存违建，要进行装修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向主管机关申请报备许可，以免被当成新的违建列入优先拆除的行列哦。室内设计装修的相关法规介绍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住得好，我是周玉文律师，谢谢大家，记得锁定我们的装潢维基百科，下次见。